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什么是街头霸王改装风格。这个风格在国内被称为掠食者或者毁灭者。它的代表车型就是图片里这台铃木隼。当年这台车它的视频图片疯狂传播，让多少喜欢宽胎的车友垂裂三尺。我给大家找来的当年的视频，大家回忆一下。当年受这个视频影响的人可是不少，导致国内摩友也纷纷效仿，但是改成功的没有几个，并且到了如今，这个风格基本已经消失。主要的原因，它在国内原型车就水车，改装完了之后比水车更水，而且这个类型它的起源是来自于1950年的咖啡瑞赛风格，后来到了1970年以日系4缸摩托为基础。据说当时的日系摩托普遍售价低廉，一些资金不充裕的骑手买回去之后，没有资金进行修理或者整备，于是拆掉导流罩和一些不必要的零件，使整体摩托看起来非常裸露，更易于维修。这个说法是一种非常官方的说法。谢谢大家听下声浪，我聊一下我的看法。我觉得这种风格起源于咖啡瑞赛是没有错的，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借鉴了特级车辆的风格，并且它的改装和主要流行的国家是德国。德国人喜欢宽胎、低趴、重金属，包括气动悬架，尤其金刚狼风格。所以在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金刚狼的影子，比方说前减震、宽胎、直把。如果单是因为穷，我觉得不是换更好的零件，应该是原型车更加简单、更加实用。这个是我的猜测，可能也不太标准。而且它的改装主要集中在了前后轮胎。一般来说，街头霸王它的后轮胎都是17寸330的轮胎，前轮胎17寸200的宽胎，并且大多数使用的是钢管后摇臂。视频里这台使用了更加昂贵的锻造单摇臂，前脸造型一般都是德系风格的骷髅或者灭具造型，灯光从骷髅眼睛里投射，一般为蓝色射灯，并且它的车把一般多为越野风格的管状直把，后座一般只留单人坐垫向上翘起，而且它的排气非常短，不使用消音器。视频里这台没有使用链条，使用了皮带传动，一般来说都使用链条，座椅下面会有中置传动。这种车在德国都是合法的，所以它的牌照在座椅下面。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警察拍摄不到牌照，尤其在他们炸街或者做一些危险动作的时候，并且座椅下面会预留手工改装的刹车灯，包括危险警告的爆闪灯。部分改装会升级进气，包括刹车悬架，也会混合一些自己认为好看的自定义漆面。综合以上所有特点，拆了包围，装上这些零件，就是一台名副其实的街头霸王。视频里这台它的原型车是铃木隼，它应该是切割了车身大架，让大架与后单摇臂相连，然后大架与底盘是分离的，所以它那个侧边减震器的作用就是中央减震器。另外，街头霸王不仅4缸车，对置双缸的宝马也可以改街头霸王。改装的思想是类似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依旧会把后尾翘起，使用没有消音的排气。不过我认为街头霸王最适合改装的车型应该是布尔。布尔品牌原始车型就带有一股街头霸王的味道，尤其它这个粗壮的大架的确很震撼，尤其是改装了黑武士风格的布尔，可以说都不需要改变，直接刷一个黑色漆面，拆掉消音器。布尔这种野蛮风格就是骨子里的，而且我认为微缸街车里最有范儿的就是布尔摩托。谢谢大家听一下布尔的声浪。其实改装街头霸王的车型非常多，比方说雅马哈的 XSR 900，传奇的 Z1000霸王，雅马哈的 MT-01古洞也是天生具有街头霸王的风格，还有我们国产的黄龙600改出来也可以，还有宝马的拿铁霸王，凯旋的火箭霸王，传奇的 126N 霸王，雅马哈的 VMAX 1700改出来也特别有范儿。这个车也是天生具有街头霸王的风格，包括雅马哈 R1 的改装，铃木 GSX 1000的改装，包括我们刚才看过的布尔改装霸王，最后一种更有范儿的改装就铃木刀的街头霸王。所以说这个类型的改装不挑车型，只是4缸摩托改出来视觉上更震撼一些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看起来这哥们儿改装了一个远程钥匙启动，哎呦我去，是没谁来。我认为这个类型就是特级摩托的升级版，更是4缸街车的改装版，可能在视觉上它更符合德国人的审美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它更具有德国风格的重金属范儿。但是这种车型注定会牺牲操控，也是属于视觉类机车的一种。而且我们国内近几年改装这个类型的风格也有，相比之前也成熟了很多，但大多集中于台湾改装，或者上海、山西也有专门改装的。除去这些之外，基本私人改装的我看了一下，的确有点辣眼睛。
并且这也属于不合法改装。与其花这么多钱上不了牌上不了路，不如直接买一个杜卡迪 V4或者奥古斯塔，甚至铃木的大 BK 传祺 Z1000。我认为原厂车型也特别有这个范儿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内蒙，生活在山西，那么你就可劲儿玩，只要你不过分，没人管你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